小姐，快些起吧，今日中秋，要早早给夫人请安。知道了，这就起。天还没亮呢，母亲这就起了。小姐忘了，今日是大日子，夫人一早就督促府里内务了。日后小姐嫁了人做当家主母，也得如此打理内务，伺候夫君呢。你这丫头胡说什么？什么嫁人不嫁人的？真是放肆！搁小姐面前也敢胡言乱语！孔嬷嬷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已经起身了。小姐近来做得不错，很是乖巧。只是小姐还是太好说话了，让身边奴才的心也跟着大了起来。今早这事我会禀报夫人，小姐马上要进宫选秀，试行官宦小姐无旨意不得随意嫁人。嬷嬷，我知道了，日后一定好好约束身边丫头。小姐明白我的苦心就好。宫中不比家中，一言一行都会被人刻意放大，小姐可别害了自己，又连累家中。嬷嬷说的是，宝珠记下了。母亲对我这样好，我绝不能给母亲添麻烦拖后腿。你还愣着做什么？还不赶紧服侍小姐更衣！要误了请安时辰，仔细你的皮！要误了请安时辰，仔细你的皮！做奴才的最要紧就是忠心，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，你自己心里有数。嬷嬷放心，奴婢不敢多言。哼，我自己一个未出阁的姑娘，在家中可没什么话语权，全凭母亲和父亲的宠爱。禀夫人，三小姐房中的事，孔嬷嬷已经处置了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夫人息怒，不过是个不会说话的奴婢，等会儿老奴去好好教教她规矩。你打算怎么教她规矩？让我也学学。夫人，您是当家主母，尊贵着呢，哪能为这些不值钱的衣变操心？他们也配？夫人不方便说的话，老奴来说；夫人不方便做的事，老奴来做。家里的孩子都大了，该娶妻的娶妻，该嫁人的嫁嫁。我这心里想起来，倒有些空落落的。夫人可是为了大小姐的婚事操心。那孩子早早失了亲生母亲，性子枯略，与我不甚亲近。眼看着年过20，也不知道他要挑拣个什么样的人家才合人心，我都替他愁得慌。夫人说的是，大小姐姿容一般，琴曲书画也是一般，选秀也落了选。虽说满族姑奶奶普遍出嫁晚，可再这么拖下去，真成了老姑娘。可要连累咱们二小姐、三妹姐了。你说的有理。平日我看在老爷面子上，愿意对他宽容几分。但这婚姻大事乃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我和老爷也不能再由着他性子胡来了。夫人，老奴听到风声，隔壁乌雅氏来提二小姐的时候，话里话外就问过大姐的事儿，人家怕大小姐挡在前头，与理不合。所以宁姐儿的婚事得尽快定下来，不是我这个继母刻薄，是她自己不嫁，一直拖着，到时候不得不嫁的时候，她就只管怪她父亲好了。禀夫人，姨娘们来请安了。让他们候着，我这就来。给夫人请安。今日8月15，老太太去了以后，李府好久不曾热闹过了。我已吩咐厨房，今日你们的分例都添一添，赏赐等会儿送到各屋，你们也好过个节。多谢夫人，夫人真是太仁善了。夫人事事想着我们，是婢妾们的福气。好了，你们回吧。夫人，这些姨娘如今倒是安分，早几年那个不老实的，乱葬岗上不知还认不认出坟头。安分就好，不安分的，这府里又不是没有先例。对了，金嬷嬷，宝珠那丫头马上就要选秀，她房里的丫鬟你再过一遍，不合适的就缓掉。夫人放心，三小姐身边的都是老实本分的孩子。不过夫人，三小姐性子软和，选秀时若是被人欺负了，所以我才让孔嬷嬷跟着她。孔嬷嬷是宫里出来的老人，见识过的手段比咱们多，有她在，
宝珠吃不了大菜。大姐、二姐姐，宝珠珠昨晚睡得可好？谢姐姐关怀，睡得好极了。姐姐呢？唉，忙得头都大了。母亲近日为了我的婚事，天天跟人应酬，我这还没过门，陪嫁的单子、绣房的安排、宴客的名册，光看着就头疼。宝珠，我跟你说，在家里有母亲疼，嫁了人可就得靠自己了。姐姐别怕，母亲挑的人家自然是好的。再说了，姐姐这么能干，到了婆家也能打理得妥妥当当。你就惯会哄我，咱们姐妹二人好久没好好说话了。等我出了阁，再见你就不容易了。装什么？自打记事起，这俩就狼狈为先，孤立我。母亲疼他们，祖母在世时也没给过我一个好脸，凭什么？我也是嫡女。三妹妹今日气色真好，大姐也是，大姐也是。几位小姐别在外头站着了，外头露水重，夫人可要心疼坏了。快请进。给母亲请安。快起来，今日来的比平日还早。你们还未出阁，都是娇客，多睡一会儿没关系。女儿家呀，也就娘家日子最好过。宝珍，这几日忙坏了吧？母亲才辛苦，女儿自然是要尽孝的。宝珠昨晚睡得可好？身边奴才用得顺手吗？一切都好，谢母亲关心。身边的奴才都是母亲挑的，很和心心，也听话。你呀，就是性子太软和，这样不好，日后会吃亏。这些奴才虽然都是我挑的，但难免有心思重的。奴才要经常敲打，才会恻守规矩。这不是有母亲在吗？有母亲罩着女儿，女儿怕什么？你这孩子就是肥懒。马上选秀了，可不能出差岔。宝珠，你要是在宫里出了岔子，这京城可没体面人家敢娶，这京城可没体面人家敢娶。选秀时出岔子的女子，就是皇上不追究，日后前程也全毁了。母亲，女儿有些话想单独跟您说。宁姐儿有话不妨直说，都是自家姐妹。母亲，女儿听说父亲已经在给女儿相约盘夫家了，不知夫婿是何门户？宁姐儿放心，你父亲已经给你找了一门好亲事，对方官位比他高，你嫁过去就是正儿八经的当家主母。双方已经合过八字，男方过段日子就来下聘。你这段时间就在家好好备嫁，不要出门了。比父亲官位还高，多谢母亲，多谢父亲，女儿告退。李宝宁不知道他那位好夫婿年近50，娶的是继室，而李父说的那句一看就是个会疼人的，不过是老头子的标配说辞。父亲，女儿听母亲说，您已经给女儿寻了门好亲事，不知之夫婿是何户户？不知之夫婿是何户户？女子自然是要高价的，你嫁过去就是正儿八经的当家主母，你夫婿为父也替你相看过了，一看就是个会疼人的。比父亲官位还高，父亲果然还是疼女儿的。你是为父的长女，为父必不会亏待了你，你就好好在家中备嫁吧。女儿告退。虽说年纪大了些，但到底是正儿八经的满军旗旗人，若不是娶继母，也不会从汉军旗里挑，确实是高价了。宝宁，你可别怨父亲。小姐，这是夫人吩咐人送来的玫瑰酪，里面加了爆蒙液，能预防晕肠。多谢嬷嬷。嬷嬷，最近您怎么老在我身边转悠？是不是母亲又交代了什么？小姐多心了，只是这次去江南给曹老夫人外寿，不比以往。老太太是皇上的乳母，奉圣夫人身份尊贵，此次68大寿排场不会小，往来的达官怪人不知多少。小姐可要牢牢跟着夫人，小姐可要牢牢跟着夫人，千万不要乱走。嬷嬷的意思是，可能会见到宫里的人。不只是可能，皇上每年南巡，时间上也差不多对得上。小姐不必惊慌，只要跟在夫人身后，自然太平无事。知道了，多谢嬷嬷提点。那是什么船？
好大的排场，比父亲包的大了不止1倍。船上的灯笼瞧着跟寻常的不一样，是明黄色的。小姐，快回屋，那是官船，品级比咱们老爷高出不知多少，船上护卫如此森严，怕是有贵人在上头。这河上还有比曹家更大的官，不会是……小姐，什么话都别说，您就当什么都没看见。天色晚了，回去休息吧。好。哎呦，还是皇上您眼神好，奴才都没瞧见那边有条小船，奴才都没瞧见那边有条小船。要不您是万岁爷呢？奴才这眼睛跟您一比，那就是瞎的。你这奴才，少拍马屁。那边是谁家的船？启禀皇上，是吏部中长李大人的船。他夫人是曹老夫人的孙女儿，一家子去给老夫人祝寿的。哦，曹家的姻亲。这李大人管着考核升迁，人事权很重要啊。皇上说的是，吏部中章虽只是五品，位置却关键。听闻李家世代书香，进士举人出了不少，在汉人之中颇有名望。梁九公，老四府里是不是太冷清了些？皇上说的是，四阿哥身边是该有个知冷知热的人。听说四阿哥府里的李哥娘骄纵了些。李家叫出来的姑娘应该不差。行了，回吧，朕心里有数了。李家姑娘这是要一只脚踏进皇家门了。四阿哥，您的好事来了。这就是宝珠丫头，这就是宝珠丫头。几年不见，出落成这样了，就要参选，可准备妥当了？外祖母放心，定不会剁了家中颜面。好，好，好，不油腻，大方端庄。小六，你把女儿教导得很好，比当年你自己强多了。都是母亲当年教导的功劳，女儿不过是一样教葫芦。宝珍丫头定了乌雅氏，我在京城也听过这个人家。虽说乌雅氏祖上是包衣，但德妃娘娘那一支已抬了旗，宫中还有2个阿哥傍身。宝珍嫁过去，只要德妃娘娘还在位，日子就差不了。母亲说的是，宝珍的夫婿是护军参长家的2公子，不习武，喜欢读书，宝珍文静，倒是相配。宝珠丫头，你可知道你母亲为什么花那么多银子给你请教养嬷嬷？为了把规矩学好。规矩是给外人看的，真正要紧的是让你学会怎么看人。这宫里宫外，人人面上带着3分笑，肚子里的弯弯绕，谁也看不透。你日后若是有机缘入了贵人的眼，这本事能救你的命。谢外祖母教诲。好了，你们先下去休息。小六，你跟娘说句实话，宝珠这孩子在选秀上有几分把握？孔嬷嬷说宝珠资质不俗，只是家世有限，汉军旗出身，入后宫怕是没希望。谁说要入后宫了？皇上最近在给皇子们挑人，太子身边缺侧苦妃，4阿哥、8阿哥也都缺人。宝珠若是能进哪位皇子的后院，母亲，那可是皇子后院，进去了就出不来了。出来了又能去哪儿？小六，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曹家富是富，可根基浅薄。如今仗着皇上跟老夫人的情分，还能风光几年。可老夫人眼看70了，还能陪几年？到时候没了靠山，你让宝珠怎么办？嫁个小门户，一辈子看婆母眼色，还是像她姐姐一样，嫁个老陪子做继室？娘，宝珠是我养大的，我只盼她平安。你当年叫李家受了多少气，你自己心里没数。要不是老夫人去了，你长了家，就你那个刻薄的婆婆，能让你过一天好日子？宝珠长成这副模样，就是老天爷赏饭吃。你不让她借这个事，那就是暴殄天物。娘说的对，我不能让宝珠重蹈我的老路。孔嬷嬷那边我已经叮嘱过了，
你只管让宝珠大大方方去选秀，别畏首畏尾。剩下的看天意，也看皇上的安排。汉卿正白旗吏部稽查使之女李氏上墙。奴才参见太后娘娘。太后娘娘万福金安，给贵妃娘娘请安。娘娘凤体康泰。是个有规矩的，会点什么？回贵妃娘娘的话，认识字。回贵妃娘娘的话，认识字，会刺绣，略通书画。好，汉军旗里能读书识字的不多，你是书香门第出来的，太后您看。好，汉军正白旗吏部稽查使之女李氏留牌子，赐香囊。奴才谢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谢太后娘娘，谢贵妃娘娘。宝珠接过太监手里托盘上那枚黄色香囊，这是皇室给的定情信物，也是他命运的转折点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朕为皇子慎选良镛，用内政，兹有汉军正白李氏，端会敬书，礼法自持，进退有度，特赐婚皇四子胤禛为侧福晋。钦此。奴才接旨，多谢皇上恩典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侧福晋好啊！恭喜侧福晋，恭喜李大人。侧福晋是皇上明制指婚，这份体面，京城里可没几家有。金嬷嬷，快给公公沾沾喜气。公公辛苦了，请喝杯茶。我们侧福晋日后进了府，还得请公公多照应。李夫人客气。四阿哥府上侧福晋可是头一位，四阿哥府上侧福晋可是头一位，皇上亲赐的，前途不可限量。宝珠，侧福晋好啊！侧福晋能上皇家玉露，生了孩子能自己养，不用抱到嫡福晋身边，有婚礼，能带嫁妆，还可以带陪葬，比你大姐强了不知多少倍。侧福晋是好事，但这份体面不全是给李家的。我不过4品，皇上怎么记得住我？怕不是看在曹家老夫人的面子上。管他看在谁的面子上，宝珠这辈子有了着落，我就放心了。宝珠，母亲有要紧话嘱咐你，你听好。母亲请说。女人一味顺从，绝技是得不到男人的心的，可一旦交付真心，也是最容易受伤的时候。你要守好自己的心。四阿哥府里有个宠妾，也姓李，如今还有了身孕。你入府后千万小心。也姓李。为父在吏部多年，看人有几分眼光。四阿哥性子冷硬，极重规矩。你在府中只要谨守本分，精进福晋，善待下人，他就不会亏待你。你要是怯了，谁都敢踩你一脚。父亲母亲放心，女儿心里有数。宝珠，这是娘为你重新准备的。之前的嫁妆大半用不上，床和香笼内务府会按品级给，娘准备的比不上，干脆都折成了这些，另外添了这些。母亲，太多了。多什么多？你是去天家做媳妇，处处都要打点。后院的奴才你不给赏银，谁会真心替你办事？还有府医，宫里的传话太严，没有银子，寸步难行。宝珠啊，娘没学过什么为妻之道，这些道理都是娘自己摸摸的，也不知道适不适合你。但你记住，你不争，总有人去争，等天上掉馅饼，那是失心疯了。还有，四阿哥后院不简单，娘听说那帮女人斗起来，不比朝堂上的老爷们手软。你多带些嫁妆，手头宽敞，心里就有底气。娘，女儿舍不得您。娘不担心你哥哥，他是娶媳妇儿，不会受太多委屈。娘就怕你们姐妹俩在娘看不见的地方受委屈。宝珠，你答应娘，一定要好好的。哥哥，您怎么了？是不是身子不舒服？侧福晋，皇上亲赐的侧福晋。哥哥息怒，您肚子里还怀着小阿哥呢。太医说了，不能动气。我怎么能不动气？四爷明明答应过我，只要我生下阿哥，就给我请封侧福晋之位。这个位子是我的。我生了阿哥，熬了3年，凭什么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，凭一道圣旨就抢了我的位子？哥哥，你听奴婢说，圣旨已经下了，
这是板上钉钉的事。您现在闹，传到四爷耳朵里，四爷只会觉得您善妒不识大体。你说我闹，翠萍？我不是闹，我是在想，他凭什么？一个汉军旗的庶女，就因为有个好外祖母，就能飞上直头做侧福晋？她不配。格格，您听奴婢一句劝，女人在后院能不能站住脚，看的不是名分，是恩宠。您伺候四爷3年，四爷是什么性子，您最清楚。只要您生的小阿哥平平安安，等您出了月子，四爷的心里总有您一席之地。你说的对，我不能在四爷面前闹。但是翠萍，你去帮我打听，这位李侧福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她的弱点是什么？她最怕什么？哼！格格，奴婢觉得您不如先忍一忍，等侧福晋入府，您先看看福晋怎么对她。要是福晋容不下她，您何必亲自出手？他巴不得有人来分我的丑，他表面贤惠，心里恨不得把我吃了。我倒要看看他能装多久。福晋，您听说了吗？皇上给咱们贝勒爷指了一位侧福晋，圣旨已经下了，是汉军正白旗李家的3小姐。听说了，怎么了？福晋不担心吗？侧福晋是皇上亲赐，位分仅次于您，若是他得了宠。玉福，你跟我多少年了？有12年了。那你觉得我是怕李格格多一点，还是怕这位新来的侧福晋多一点？李格格骄纵，处处给福晋气受。他虽得宠，可人人都知道他人品不堪。侧福晋不一样，他有家世，有名分，有皇上的信任。你说对了一半，他是疯子，咬人咬得满嘴血，可谁都知道他是疯子，不会怪我这个主人。但侧福晋，他是一把还没开刃的刀，不管是什么刀，这贝勒府的后院，刀柄只能握在我手里。你去备一份厚礼，侧福晋入府那天，我要让他看到最和得善、最大度的嫡福晋。福晋，李格格那边会不会去找侧福晋的麻烦？那不是正好吗？拔刀开刀，总得要块磨刀石。李格勒当这块磨刀石，再合适不过了。翠萍，你说的对，我不能摔东西了。上次摔瓶子，思阳骂我跪了3个时辰，这次再摔，思阳只会更烦我。你去找个得力的人，侧武军入府那天，给我盯死了东院。他做什么，吃什么，见什么人，桩桩件件都给我记下来，不用做手脚，只需要盯。他越得宠，犯的错就越致命。我等着。奴婢明白，奴婢这就安排。李德全，四贝勒府那位侧福姐入府也有些日子了吧？回万岁，算算日子，明日就该拜堂成亲了。贝勒府那边一切都准备妥当了。朕当日指这门婚，是因为朕看着李家那姑娘顺眼。他祖父李湘在苏州州的位置上做了20年，从没给朕添过乱。这样的人家叫出来的姑娘差不到哪儿去。朕也想看看，朕给老四挑的侧室比他自己选的李氏强几分。万岁圣明，只是四贝勒府后院那位李格格性子有些骄纵，南书房这边也偶尔听过几句闲话。骄纵？一个格格骄纵，那是因为没人压着他。侧福妃去了，自然就压住了。不过李德全，朕得提醒你，老四的后院跟别的阿哥后院不一样。别的不说，单说那位辅晋乌拉那拉氏，朕记得当年选她做嫡福晋，是佟家贵妃极力保举的。佟家氏走了也有几年了，可她在宫里留下的旧人还在。后院的火要是烧到朝堂上，你知道怎么处置？奴才明白。贝勒府后院的任何风吹草动，奴才会第一时间禀报万岁。不必事事都报。一颗棋子在棋盘上走，有时候不是为了吃子，是为了试局。
老四的局，朕还想多看看。侧福晋，小心脚下。四阿哥吩咐了，把东边院子打扫出来，给侧福晋您住。五伐堂还是四阿哥亲手题的字，可见四阿哥控重侧福晋。嬷嬷，这路还多远？花盆底不好走。马上就到。侧福晋进门就坐床，不能开口说话。按规矩，新娘进门不能出声，您且忍忍。侧福晋进府，奏乐。嬷嬷，这床上铺了什么？硌得这样疼。侧福晋，底下是红枣、花生、桂全、瓜子，早生贵子，好意头。您忍一忍，四爷马上来揭盖头。四爷到。盖头掀开，宝珠第一次看清自己这辈子的男人。清瘦脸型，眉眼硬朗，丹凤眼，鼻梁挺直，皮肤比好些女人都白，指甲干净。宝珠在心里飞快打分，85分。四爷吉祥，四爷吉祥。侧福晋不必多礼，爷过会儿回来。侧福晋可要用膳，先帮我更衣，再摆膳。你等下也去用膳，一大早就跟着，辛苦了。多谢侧福晋体恤。侧福晋会不会太隆重了些？奴婢听说四阿哥素来节俭，不易张扬。这翠鸟不勺是江南内造，退休老师傅的手艺，还是收起来吧。嬷嬷，我带的好东西可不少，难不成一辈子不见天日？第一日就肃静了，一辈子都得肃静。小姐说的对，这些首饰放箱子里也是积灰。你给我闭嘴！侧骨妃，四爷性子冷，万一他不海。嬷嬷，你听我说，四爷不是真穷，孝义仁皇后的嫁妆大半在他手里，太子那才叫真穷，欠的债堆成山。四爷是怕在太子面前太张扬拉仇恨，我一个妇道人家，花自己的嫁妆打扮，谁管得着？唉，罢了，侧福晋心中有数就好，侧福晋心中有数就好。嬷嬷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戴这只步摇吗？请侧福晋明示。我要让四爷第一眼就知道，我李宝珠不是他后院那些任他揉捏的女人。我娘家不显赫，出身不如福晋，但我不靠他养活。我有银子，有嫁妆，有头脑。他若要一个唯唯诺诺的侧福晋，那我从一开始就不该演那出戏。侧福晋头上的首饰像是江南内造的，花了不少银子吧？四爷好眼力，是江南内造退休老师傅打的。今年随母亲去江南给曹老夫人拜寿，顺便添置的。曹家后豪富，侧福晋也跟着沾了不少光。爷消消气，妾身不过是个规则女子，也别跟我计较。侧福晋说的对，只是你如今已是爷的侧福晋，就是爷的人。曹家那些前朝势力，还是少牵扯为妙。四爷教训的是，不过妾身有一句话想当面说清楚。妾身姓李，不姓曹，曹家的事，妾身从不掺和。入府前，父亲母亲也教导过，妾身在府里唯一要做的事儿，就是伺候好四爷，不给四爷添麻烦。你能这么想最好。下马威是吧？这才成亲几个时辰，就这样，难怪后院的女人都愁眉苦脸。天啊，夫人给小姐的居然是这种东西！侧福晋看什么呢？这般认真，爷还没见后院哪个女子这么爱读书。没什么，母亲出嫁前送了我一本书，让我仔细研读。小姐，你快藏起来啊！是吗？侧福晋不介意给爷爷看看？母亲说了，这书只能女子看。给爷瞧瞧。苏不生，奴才在，都出去。这大婚夜也能出妖，这侧福晋什么路数？你出身书香门第，没读过女婿女戒？女婿女戒里好像也没讲这个啊。这些图你看得懂？四爷息怒，妾身从没接触过这种事，总要提前了解一下。你管这叫了解一下？那不然叫什么？我2辈子都是头一回结婚，连对象什么样都不知道就嫁过来了，总不能两眼一抹黑吧？2辈子？你说什么2辈子？妾身是说，妾身从小养在深闺，
从没见过外男，母亲也是好意，怕闹笑话。真是给爷气笑了。没收。啊，那是我娘给我的。这种事不用看书，爷亲自教你就好。四爷，您方才还训妾身读过女训呢，您自己……那书上也说了，出嫁从夫。夜深，苏普称守在门外，听着里面没了声音，终于松了口气。他已经准备好站一整夜的玉虎了。格格，您昨晚没睡好。我怎么睡？那道圣旨一下，全府上下看我的眼神都变了。以前他们见了我毕恭毕敬，如今一个个都跟看笑话似的。都是姓李的，他凭什么？格格，奴婢昨晚上去打听了，那位李侧福晋不是京城本家人，是江南来的。他外祖母是曹家的老夫人，皇上乳母那一支。说是皇上在路上碰见李家的船，觉得李家姑娘不错，在路上碰见，就这么巧。怕不是李家花了大价钱，在皇上面前做了一场好戏。书香门第，最会攀龙附凤的就是这些所谓的读书人。格格，奴婢还听说昨晚东院那边，苏公公在门口守了大半夜。什么意思？动忙，整整折腾了大半夜。四爷以前来我院里，哪次不是事毕就走？他凭什么？格格别气，你想想，新婚燕尔，贝勒爷图个新鲜也是人常情。等新鲜劲儿过了，格格您肚子里的小阿哥生下来，谁还敢小瞧您？你说的对，我急什么？他再得宠，进府不到半年，连根基都没有。等我生下阿哥，该是我的，谁也别想抢走。你继续盯着东院，有什么风吹草动，立刻报我。四爷是要出宫吗？爷是要去上朝。上朝？您不是还没封爵呢吗？现在就要干活的。不做事，皇阿玛怎么给爷封爵？行了，你睡你的。这么早起来站一晌上，一句话也说不上，真行。你这张嘴，早晚要给爷惹祸。贝勒爷，再不出发，宫门要关了。走吧。福晋，东院昨晚贝勒爷又歇那边了。第3晚了。福晋，贝勒爷从来不在哪个院子连歇3晚的。当初李哥哥最得宠的时候，也就是隔一天去一次。这不是好事吗？好事。李格格那个笨蛋，现在怕是已经气得七窍生烟了。他越气，越会自己找死。嬷嬷，你帮我去李格格那边传个话，就说侧福晋入府3夜，贝勒爷连宿东院，让传话的人多带点同情的苦气。老奴明白，李格格那性子，听完这话怕是又要摔东西。摔东西好，摔得越多，四爷越厌他。我要坐在正院这把椅子上，看着他们2个互相撕咬。不管最后谁赢了，最后牵绳子的都得是我这个主母。福晋，那侧贵妃，您真的不怕？怕有什么用？当年我嫁进来的时候也是新人，用不了几年，她也会像我一样，看着更新的新人进来。只不过在那之前，我得先教会她，谁才是这北乐府后院真正的主人。3夜，连歇3夜，我怀着他的孩子，他都不来。他不过是个新人。格格，童嬷嬷的话不可全信啊，他可是福晋的人，福晋巴不得您跟侧福晋斗起来。我知道，可知道归知道，这口气我咽不下。你去叫蓝世杰来。蓝世杰？那个被禁足了好几年的？对，就是他，一个被关了这么多年，对谁都恨之入骨的老女人。他最恨的不是我，是福建。我只要帮他出来，他自然会去找该知的人。婢妾见过李格格，格格这肚子果然是个小阿哥，尖尖的。蓝侍妾，你来找本格格，有话直说吧。妹妹，如今府里新来了侧福晋，贝勒爷见天往东院跑。您虽得宠，可君恩最靠不住。只要您帮婢妾在贝勒爷面前美言几句，等婢妾重得恩宠，咱们联手，妹妹生下阿哥，侧古府之位，谁说不能夺回来？放肆！
你一个小小侍妾，敢叫本格格妹妹？谁跟你是姐妹？你也不照照镜子，一个被关了5年的老女人，哼，还敢教本格格做事？你只是什么？来戳我的心窝子！你屋子里没有镜子，不会倒杯水照照自己？你一个黄脸婆老女人，还想让本格格帮你勾引四爷？做梦还没醒！呸！你凭什么作贱人？蓝世倩，你疯了！格格肚子里有孩子，谁没怀过孩子？我也怀过，我的孩子没了，你们谁听我说过一句话？今天谁也别想好过！肚子，我的肚子！长生天保佑，保佑李格格母子平安。嬷嬷，李格格早产是什么原因？听说是跟蓝世帖争执，两人起了冲突。这蓝世帖出来没几天就找李格格，谁安排的？怎么回事？四阿哥息怒，是蓝世妃，她去找李格格，二人发生争执。恭喜四阿哥，恭喜福晋，李格勒生了，是个小阿哥。只是小阿哥身子极弱，不好抱出来给四爷瞧。启禀四阿哥四福晋，小阿哥先天不全，肺气不足，就算仔细养着，日后怕也是小毛病不断，这一冬怕是难熬。知道了。四爷，蓝世妾要如何处置？李氏轻狂骄纵，恕福晋一事，不必再提。待他出了月，福晋好好教他规矩。蓝世妾张20发脉。发脉？蓝世妾好歹也是。是。侧福晋，老奴觉得这事太巧了些。蓝世帖刚解禁没几天，就直奔李格格房里，5年被关着，出来第一件事，不是去找贝勒爷，是去帮李格格出主意。嬷嬷也觉得不对劲，蓝世妾是福晋放出来的，福晋明知道蓝世妾不是省油的当，为什么偏要这时候放？侧福晋意思是，福晋想让蓝世妾搅和李格格。不仅是涉和李格格，李格格早产，孩子先天不足，福晋多了个由头收权。蓝世妾去了，后院少了个隐患，福晋的手又干净了一步。而我在旁边看戏，从头到尾没有沾上任何嫌疑。嬷嬷，你想想，这一局里谁损失最大？李格格丢了一个健康的阿哥，蓝世姐丢了命。福晋呢？四爷收了他掌家权，是惩罚还是保护？如果福晋一直管着这个后院，李格格的孩子出了问题，那就是他治家不严。可现在他交出掌家权，责任就推给童嬷嬷了。好深的算计。所以从明天起，都给我打起12万分精神。福晋赏的东西，府医验过再用，不是东院自己小厨房做的东西，不吃。我要在这贝勒府里活下去，干干净净的活下去。孩子，我的孩子呢？是阿哥还是格格？格格是阿哥，但是小阿哥不足月，大夫说心肺未全，得精心养着。蓝世嫔，我要他的命！不，发脉太便宜他了，我要他活着受罪。你去告诉四爷，就说是蓝世妾推我，是有人指使他的，是福晋。福晋怕我生下健健康康的小阿哥。格格，这话不能乱说，你有证据吗？不需要证据，我儿子就是证据。他本该是健健康康的，现在成了一个药罐子，这还不够吗？福晋、侧福晋、蓝世妾都是冲我来的，都是因为我怀了阿哥，他们容不下我。哥哥，您别说了，您先养好身子，等您身子好了，小阿哥养壮了，咱们再从长计议。从长计议？对，我不能再发疯了，发疯什么都得不到，我要冷静。我要让四爷看到，是别人在害我，不是我在惹事。翠萍，明天开始，你让人在外面传几句话。你听说了吗？蓝世妾被发脉之前招了，说是有人指使她推李格格的。谁？福晋吗？不是福晋，他说是侧福晋，说侧福晋新婚之夜被李格格惹了不痛快，让蓝世妾去教训教训李格格。谁知道蓝世妾下手没轻没重，直接把李格格撞着喘了。天哪，侧福晋看着那么和善。和善？这后院里有真的和善吗？你想想，
李格格最得意的是什么？就是他肚子里的小阿哥。现在小阿哥成了病秧子，谁合力最大？侧福晋，嘘嘘，这话可不能往外传。快快快，福晋来了！福晋，外面那些传言老奴查了，源头是李格格院里的粗使丫头，说蓝氏妾招了侧福晋，指使他推人。李格勒被关在院里，还能传出这种话，说明他还没疯。没疯就好，没疯才好玩。嬷嬷，你找人去东院传个话，就说外面风言风语，说侧福晋害李哥娘早产，让她小心些，语气要官态些，别让人觉得是我挑拨。福晋这是……李格格咬了侧福晋，侧福晋必然反击，他们两个斗起来，我才有时间和空间收拾残局。别忘了，朱世费临死前说的那句话还没过去。四爷虽然没追究，但他心里已经有了疑影。这个疑影需要用新的混乱盖过去。等后院乱了，四爷自然顾不上朱世平的事。老奴明白了。另外，宋格格那边最近也很安静。宋格格，他安静是因为他知道，他的孩子能不能活下来，要看我怎么选。有时候我在想，从我拿到掌家钥匙的那一天起，就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。我以为只要我做得足够好，四爷就会把我当成妻子而不是管家。后来我才明白，我也只是一颗棋。唯一比他们幸运的是，我是摆在最前面，被保护得最好的那颗。但棋子终究是棋子，保护得越好，失去自由的时候就摔得越碎。父亲，你想多了。不想多的人在这个后院活不了。李格格不想多，所以被人当了胆子。宋格格想多了，所以天天做噩梦。侧福晋呢，他想的多不多，我还看不透。看不透的人最危险。侧福晋，蓝氏妾已经被拖出府了，发卖到西北军营，这辈子别想回京城了。他走之前嘴里还在喊冤，说是李格勒先动手打他，他才还手的，不是故意撞肚子，不是故意撞肚子。现在喊冤已经没用了，四爷判了案，天王老子来了也翻不了。倒是李格格，府医怎么说？老奴打听了，小阿哥不足7月，心扉发育未全。府医说，就算活下来，日后也是常年泡药罐的主。李格格这回是从天上掉到了地上，以前仗着得宠四处树敌，如今没了阿哥撑腰，又被降为侍妾，日子比府里伺候的婢女好不了多少。他如果就此安分倒也罢了，就怕他不甘心，把怨气撒到旁人头上。侧福晋，外头闲言碎语您听闻了吗？说蓝氏妾招了，是您指使他推人的。听到反而踏实了。满天飞的话就是捕风捉影，真正要命的招数从来悄无声息。李格格放这种话，说明他没真把柄，有把柄不会嚷嚷，直接告四爷，不用理会。只要我们东院的人做得正，行得端，谣言不攻自破。侧福晋说的对，不过老奴留了心眼儿，查了传话的粗使丫头，那丫头3天前打发去洗衣房了，也就是说，放谣言后立刻把人调走了。手脚很快，不像从前只会砸花瓶。他在学，被关了1次之后学会了藏刀。嬷嬷，小厨房人手再加1倍筛查，从采买到烹制到端菜，每个环节都安上我们自己的人。李格格越变聪明，越不能让他抓到机会。贝勒爷，李格格那边小阿哥又发热了，府医去看过，说胎力亏发，只能一日一日养。知道了，让小阿哥单独辟一个暖阁养着，配最好的嬷嬷，日夜轮值。告诉府医，不管用什么药，保住这条命。另外，外面有一些闲话，说蓝氏癖推人是侧福晋指使的，谁传的？源头是李格格院里的丫头，不过人已经被打发走了。传我的话给后院所有人，
再听到这话，传话听信扩散的一序丈20，地位低的再加1倍。这奴才这就去传。侧福晋那边，今天有人跟他说闲话吗？回备了爷，东院那边一切安好，侧福晋什么都没提，连小厨房采买单子都亲自过了。很好，你们是在给爷上眼药，还是福晋苛待你们了，分力都发不起？四阿哥息怒，妾身没有。你自己看看，穿的跟府里丫鬟一样，连个绣纹都没有。外头若是传出去，说4贝勒府妻妾一个个过得跟尼姑似的，爷的脸往哪儿搁？还好我戴了全套金头面，该我出风头了。日后你们少报废些瓶子罐的，就是节俭。宫里太后娘娘也节俭，体恤下人，不用的菜赏给奴才，不用的菜赏给奴才，一样不缺体面，这些还用爷教？进来。四爷息怒，妾身侧福晋李氏，给福晋请安，福晋吉祥。李妹妹不必多礼，皇阿玛好眼光，给咱们府上手输了这么好的人才。福晋贤名远播，妾身能进府是妾身的福气。这对镯子是姐姐给你的见面礼，玉石色如阳日，如光温润，配妹妹今日这身装扮正好。往后就是一家人了，望妹妹对上恭纯，对下和睦。这些花是宫里实心的样式，妹妹留着赏人也体面。福晋大手笔，这镯子比我头上的金钻值钱多了。多谢福晋长事，妾身铭记教诲。好了，你们也来拜访侧福晋吧。宋格格先来。李妹妹，这是宋格格，府中老人了，给四爷生了大格格。妾给侧福晋请安，侧福晋吉祥。这女子看着窝囊像团棉花，心机和外表未必一异，心机和外表未必一异。宋格格请起。这是我从江南带回的暖玉，质润性温，金陵的江人说冬日贴身放小儿身上最能养人。大格格年幼，这个就送给大格格吧。多谢侧福晋，多谢侧福晋，不必多礼，应该的。厉害，一块暖玉比送什么金银家宝都管用。宋格格这人记恩，日后怕是要往东院跑了。李妹妹，这是李格格。说起来还真是巧，两位500年前没准是一家呢。这从容气度是养尊处优养出来的，我做宫女伺候人一辈子都学不来。给侧福晋请安。李格格请起，这是我特意为李格格挑的。这玩意儿我当宫女时都没见过。多谢侧福晋，侧福晋真是大方。妾进府多年，从没见过这样的玉簪呢。李格格富贵出身，怕是不知道这年头百姓们有多不容易。咱们做妇人的，帮不上爷的忙也就罢了，帮不上爷的忙也就罢了，多看两眼这簪子，也能多体会百姓疾苦，少些习乐攀比的心。侧福晋说的对，是我考虑不周了。对啊，李格格，咱们可帮不上四爷什么忙，但也不能拖后腿不是？刚打完仗，朝廷到处用钱，咱们可不能太现眼。四爷您说是吧？李格格，这些东西日后就全收起来吧。福晋和侧福晋说的对，不合规矩。这些金饰可都是你赏我的，四爷，可是这些都是……爷说的是现在，收起。是，妾身记住了。我要杀了他！他什么意思？给宋格格暖玉，给我一根破簪子，当我是要饭的吗？格格小声些，四爷还没走远，万一传到四爷耳朵里，传到四爷耳朵里又怎样？四爷以前说过最喜欢我戴这些金饰的，现在因为他一句话，要我全收起来。格格，您听奴婢句劝，侧福晋是皇上亲赐的，您当面翻脸，吃哭的只能是您，不如先低头，等小阿哥病好的喜气，把这些霉运盖过去。我等不了，翠萍，陪我去宋格格那边。既然侧福晋这么抬举他，我倒要看看他受不住我的好意。格格，李格格来了。哟，给大格格祈福呢。宋姐姐可真是死母心肠，可惜大格格在地下怕是不知道，她额娘这么快就攀上新山了。
来说这些的，恕不远送。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，侧福子给你暖玉是在收买你。等他自己的孩子落了地，你孩子还能分到多少恩宠？你现在帮他，日后可别后悔。多谢李妹妹关心，谁给我恩惠，我心里清楚。恩惠，一块暖玉就叫恩惠？宋姐姐，你猜，如果大格格泉下有知，看到额娘为了块暖玉给他磕头，他会怎么想？他怎么敢提大哥？他怎么敢提大哥？去告诉福晋，李格格今天来过。侧福晋，李格格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，今天在花园里骂您，还踢翻了花盆。他院里人到处跟人嚼舌根，说您给宋格格暖玉是居心不良。随他去。随他？侧福晋，他可是在败坏您的名声啊。云起，你记住一句话，刀子嘴的人往往刀子命。李格格越是闹，四老爷越烦他，每踢碎一个花盆，恩宠就薄一分。你去跟院里的人说，不管外面怎么传，东院的人一概不回应。侧福晋说的对，李格格伺候多年，连藏卜都学不会，她死就死在太招摇。宫里最忌讳的就是过于招摇。那咱们就什么都不做？当然要做，不是对付李格格，是把篱笆扎得密不透风。所有下人不许单独离开东院。福晋赏的库房东西，统统府一验过再入库。小厨房人手，让孔妈妈亲自过一遍。来历不明、心思活晃的，全打发到外围。我要让东院变成一个铁桶，外面的人进不来，里面的人出不去。是，侧福晋，老奴这就去安排。最近府里不太平，大格格说没就没，李格格又闹病，老四办事，后院起火，他脸上无光。都是儿媳治家无方，请额娘责罚。你是嫡福晋，后院该由你打点。听说掌家权不在你手上了。是儿媳自己交出的，而且觉得有负四爷信任。福晋心里有数就好。侧福晋进府可还习惯？回娘娘的话，习惯。北乐爷和福晋都和善，妾身一切都好。和善？本宫在宫里听了几十年，头一回听人用和善说老四。不过今日叫你们来，不是来闲聊的。后院不宁，老四无心办差，你们二人不管嫡侧，都要以子嗣为重，为皇家开枝散金，这才是女子最本分的事物。谨遵额娘教诲。这是耿氏，家里送来小选的，皇上和本宫瞧着她面相望子，你带回去，先做个伺候宫女，等服侍了老四，再提格格。既然是额娘看中的人，儿媳自然好生安排。比我还壮，四爷的审美范围真宽。妹妹猜，额娘今日这话是说给你听的，还是说给我听的？大概是说给我们两个听的。额娘不希望后院乱了四爷前程。大格格才刚走，额娘就塞新人了。皇家人的心呢？不过妹妹也别多心，仍是长得跟座小山似的，四爷眼光不至于差。福晋说笑了，妾身哪有多心的资格？妾身只是侧室也是上了皇家玉蝶的，后宫多少妃子从侧室升上来的。不过妹妹进府也有些日子了，肚子可有什么动静？时日尚浅，妾身不急。也是，妹妹年轻不急。宝珠以为自己在撒谎，她不知道她肚子里已经有了四爷的孩子，而宋格格同样不知道自己有孕，正在正院方向走去，要做一件改变后院的决定。侧顾妃，这2日胃口不大对，昨天小厨房的鱼您看都没看一眼。好像是，胸也闷，闻到腥气就犯恶心。我还以为是换季杂粮了。侧福晋，您这个月的月信，嬷嬷，迟了快10天了。
侧福晋，你也在这儿赏花？宋格格，没事，就是春日花粉多，鼻子不舒服。侧福晋保重身子，妾身告退。侧福晋，他怕是听到了。听到就听到了，迟早瞒不住的，至少过前3个月才能对外公布。福晋，福晋，妾身有事禀告，妾身有孕了。多大了？快3个月了。3个月？你瞒了本福晋整整3个月。福晋恕罪，之前以为是月子病，不敢惊动福晋。府医前些日子诊脉才敢确认，妾身今天就立刻来禀告。宋氏，本福晋待你如何？大格格在的时候，哪样没帮过你？你倒好，在我眼皮底下藏肚子。只求福晋让孩子平平安安生下来，以后妾身愿意当牛做马。好了，正直吧。怀孕是喜事，把给侧福晋备的布聘再备1份，送到宋格格院里。这孩子一定要平安生下来，出事儿就是我这个福晋治家无方，你明白吗？多谢福晋。真的，千真万确。府医说滑脉稳固。珠珠，你怎么不早说？这不是怕让四爷白高兴吗？想等满3个月稳了再告诉您的。苏普生，东院分力翻倍，府医每日来请脉。另外，消息锁死，只许东院心腹知道。奴才这就去办。再让小书房照侧府经口味重做菜单，带鱼带腥的统统撤了。爷，我还有件事想求您，这孩子的事能不能不要张扬？我不想所有人都盯上我。放心，东院事务你自己做主，不必向福晋报备。这不合规矩吧？福晋才是长家人。规矩是爷定的，后院不太平，不想你和孩子有闪失。福晋，苏公公方才来传话，东院事务由侧福晋做主，不必向正院拜备。知道了，这不等于架空正院吗？不是架空正院，侧福晋腹中孩子比所有规矩都重，是我没保护好大格格，让他怕了。福晋，您别多想。侧福晋入府不到1年，根基比不上您，四爷只是一时紧张，该您的还是您的。你知道我最佩服他什么吗？他从来不争，不给福晋示好，不跟格格结盟，不拉拢侍妾。他在东院安安静待着，好像后院这些女人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但偏偏四爷的眼睛永远粘在他身上，掌家权他不要，四爷偏给；恩宠不争，四娥偏宠。这不是手段，这是命。我跟这样的命争了10年，从14岁争到24岁，我累了，但我不敢歇，因为只要我一歇，底下的人就会扑上来把我撕碎。宋格格不是软柿子，李格格现在也学聪明了。侧福晋藏得比谁都深，还有一个藏在暗处连巫蛊娃娃都敢埋的人，我连他是谁都不知道。嬷嬷，你觉得我这个福晋当得风光吗？福晋，老奴从小奶您，老奴看了您24年，您比谁都苦。但这后院要是没了您，才是真的完。老奴拼了这条老命，也不会让任何人动摇您的位子。嬷嬷，我没那么脆弱，只是偶尔需要找个人说说。侧府妃宫里规矩多，德妃娘娘是4衙生母，性子看起来软，实则面软心硬。您入宫后少说话，多磕头，没坏处。嬷嬷放心，我知道分寸。不过我倒是好奇，四爷昨夜说东院不必向福晋报备，福晋那边现在是什么反应？今早正那边没有动静，满府的请安都免了。老奴打听了，说是福晋身子不适，免众人晨散3日。身子不适，正好是在四爷下那个客谕之后，好巧。不过嬷嬷，福晋这反应倒是让我高看了他一眼。
如果他今天还兴冲冲的召集众人开晨会，那说明他外强中干，心里虚。但他称病了，说明他是在给四爷传递一个信号。我受了委屈，但我不闹，我把空间让出来。这种以退为进的手段，比任何争辩都管用。侧福晋，奴婢愚钝，怎么觉得福晋是怕了您呢？怕？福晋谁也不怕，他怕的是失去四爷的信任。朱世飞临死前喊的那半句话，那才是他的阿喀里斯之刃。侧福晋，您这话千万不能再有3人听到。我知道，所以这话我在嬷嬷面前说。走吧，进宫。妹妹，入宫的事可都打点好了？多谢福晋关切，妾身一切妥当。昨夜四爷那口句，妹妹接的可还顺心？福晋误会了，四爷只是担心妾身腹中胎儿，并非有意架空正院，妾身也不会越过福晋做任何事。东院大小事，妾身会照旧派人禀告福晋，只是四爷面前，妾身不敢抗旨，请福晋体恤。你能这么说，很好，很好。侧福晋，本福晋有句话，不知当不当讲。宫里的女人比府里的女人可怕10倍。德妃娘娘面前，你不要太出挑，更不要让娘娘以为你比她给四阳挑的女人都好。女人在宫里活久了，什么恩宠子都看淡了，只有一样东西不能碰，面子。你别碰她的面子。福晋这话是帮她的，是拉拢，是怕我惹事连累她。不管怎样，这句忠告是真的。谢福晋提点，妾身记住了。侧福晋倒是生得好模样，难怪老四这般疼爱你。本宫听闻你入府时日尚短，老四便把东院应尽数交于你。福晋的忠告应验了，看似夸赞，实则敲打我圣宠太过。娘娘谬赞了，贝勒爷将东院庶务交给妾身，是因为趁住的东院离正院远，有些琐事不便日日烦扰福晋。长家的大权仍然是福晋在主持，妾身不过是为福晋分担些跑腿的活计。额娘有所不知，侧福晋进府以来从不生事，东院打理得井井有条，有他帮衬，儿媳倒是能多念念佛经了。你们2个倒是和睦。本宫在宫里待了几10年，最稀罕的就是和睦这2个字。后院里妻妾和睦的比南书房的祥瑞还少。既然你们说好，本宫就信。但本宫有句话放在这里，这后院可以有矛盾，可以有不痛快，但不能出人命。大格格的事本宫已经听说了，一个孩子活生病死在府里，府医被人关在另一间院子出不来，老四的脸都快被你们丢光了。额娘教训的是儿媳治家无方，娘娘教诲，臣谨记。行了，站直吧。福晋留下，侧福晋去偏庭候着，一会儿老四来了，你们夫妻一道回去。侧福晋，娘娘让奴婢前来伺候您，这便是德妃打算塞给四爷的壮士丫鬟。